许家印欠下2.4万亿的最大帮凶，恒大的2号人物夏海军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今年8月份，有人看到他在美国加州价值320万美元的联排别墅里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12岁的儿子就读于年学费4万美元的私立学校，妻子名下3处房产、4辆豪车及信托资产总价值约2400万美元。与此同时，恒大清盘人向法院提交的一份文件，其中显示一个名为夏海军的资产网络，其规模可能高达55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是恒大目前明面上可处置资产总值的无数倍。这位史上最强打工皇帝是如何将自己打造成了比公司本身更庞大的资产幽灵？先说说他那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割肉大甩卖。就在2021年7月到8月，外面的人还在猜恒大到底欠了多少钱的时候，夏海军已经开始清仓跑路了。他最狠的一招是甩卖恒大的美元债，注意啊，是债券，不是股票。他分10几次把面值加起来高达1.28亿美元的债券，以打3-5折甚至对折的价格硬是给卖出去了，最后套现5600多万美元，账面上看直接亏了7000多万美金。这事儿咱们普通人想想都肉疼，但他为啥这么干？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他心里，这些债券未来就是一堆废纸，能拿回一点现金是一点。这已经不是投资决策，这是基于内幕信息的生死逃亡。更绝的是，按规定这些交易得在3天内申报，他愣是拖了半年才披露，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市场察觉，怕引起恐慌，自己跑不掉。这心思深不见底呀！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对自家的股票也下了手。2021年8月11号，他精准减持了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的股票，一口气套现1.16亿港元。回头看这个时间点，简直是魔鬼级操作，正好卡在危机全面爆发、股价雪崩之前的高位。比如恒大汽车，它卖在14块多，后来跌的只剩几毛钱。这种对时机的拿捏，你说光是运气，我反正不信。这明显是知道雷马上就要爆了，抢在那最后几秒钟把能捞的钱全部捞走。根据后来的统计，那一年他通过卖股票、卖债券，总共套现了接近12个亿。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完美避开了之后的信用风险和股价暴跌。你说这是职业经理人，这分明是顶级的风险交易员，只不过他的交易筹码是建立在无数投资者和购房者的痛苦之上的。钱捞够了，人怎么办？夏海军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物理消失加法律切割。套现完成之后，你几乎就在公开场合看不到他了。公司理财产品爆雷，投资者上门维权，最需要高管出来稳定局面的时候，这位总裁大人神隐了。等到2022年7月，他直接一纸辞呈，我彻底甩掉了所有职务，也试图甩掉所有责任。我研究了一下他的手段，发现真是处处心机。比如他作为总裁，却刻意不当公司的法人代表，签字很多用电子章，尽量不留个人痕迹。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早就在为安全着陆做准备了，从来没想过要跟公司共存亡。所以咱们来盘盘他的逃生逻辑。你说他是职业经理人，我看更像是个带着金领的投机大师。他最大的资本就是他掌握着公司最核心也最见不得人的信息。他亲自签字的财报后来被查出来巨额造假，他能不知道公司是个什么状况吗？他太清楚了。所以他的所有操作根本不是基于什么市场分析，就是纯粹的内幕交易。更可怕的是，他还利用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比如离岸公司、家族信托，把他捞到的巨额资产裹上一层又一层的保护罩。比如他在美国买的那些豪宅都放进了一个叫什么可撤销信托的东西里，受益人是他的儿子。这样一来，就算债主追到天涯海角，他也能玩一招金蝉脱壳，法律上很难直接动到这些资产。这已经不仅仅是跑路，这是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财务堡垒。我想说，夏海军这套闪电逃生技术上看确实漂亮，但本质上极其恶劣。他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用他顶级的才华和知识，不是为了把企业做好，而是为了在传承之前把救生艇上最好的位置和最多的物资抢到自己手里，然后把风险和责任统统甩给社会。当他在加州的海景房里享受人生时，背后是无数个家庭对着烂尾楼的无助和绝望。如果说他危机前的逃跑展现的是嗅觉，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他长达10几年精心构筑财富堡垒的战略耐心。这可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部写了10几年的剧本。首先，我们得知道他明面上赚了多少钱。夏海军打工皇帝的称号不是白叫的，他在恒大那么多年，公开的薪酬加起来有18个多亿，最夸张的一年，年薪2.7亿，平均一天就能赚70多万。这还不算完，恒大上市后10几年给股东们分红了800多亿。夏海军作为核心高管，
通过各种你看不见的离岸公司架构，他自己揣进兜里的分红，保守估计不低于30个亿。要是再算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顾问费、项目奖金，他这10几年捞到的总数可能高达60到100亿。听到这数字，你是不是觉得这已经是人生赢家？但我告诉你，这都只是障眼法，是合法摆在台面上的钱。真正核心的技术活，不在于他怎么赚到这些钱，而在于他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些钱转移出去，并且做到金蝉脱壳，让谁也追不回去。夏海军的资产转移玩的一套离岸公司加代持人的组合拳，而且布局早得吓人，提前10年埋下火种。2011至2013年，就在恒大还在高歌猛进的2011年，夏海军就已经在美国加州尔湾用120万美元现金买下了他的第一套豪宅。注意，是现金，这说明他的资金出海渠道早就打通了。更绝的操作，在2年后，他通过一份法律文件把这套房子完全转到了他妻子名下。他利用的是加州一个叫夫妻分别财产制的规则，简单说就是法律上把这套房认定成他妻子的独立财产，跟他夏海军本人没关系了。朋友们，这个时候距离恒大暴雷还有整整10年，这根本不是在投资，这是在修防火墙，而且是在公司最辉煌的时候就开始修了。危机中反向操作，加速购买。2022至2023年最魔幻的地方来了。当恒大已经轰然倒下，全国上下都知道他欠了2.4万亿的时候，夏海军在干什么？他不仅没停手，反而在美国买得更凶了。2022年4月，花600万美元在尔湾再买一套豪宅。2023年11月，通过他妻子做代表，一口气在新港海滩砸下1450万美元，将近1亿人民币买了个海景大庄园。这房子后来还升值到了1930万美元。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转移出去的财富体量极其庞大，而且根本不受国内烂摊子的影响。资金是怎么出去的？这部分最神秘，但我们可以推测，大概率是通过香港的私人银行，把这些钱转换成比如美元、国债、ETF、短期票据这种流动性好，而且不容易被国际税务信息交换 CRS 规则盯上的金融产品，然后再像蚂蚁搬家一样，通过不断更换的离岸公司账户一点点挪出去。如果说前面的操作是修墙，那最后这招可撤销信托，就是给整个堡垒加上了一个魔法防护罩。这是夏海军资产隐匿技术的巅峰，理解了这个你才能真正看懂他的棋局。这一系列的操作叫进可攻，退可守，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当我把夏海军家族在美国的生活和国内烂尾楼业主的处境放在一起看时，那种强烈的对比真的让人感觉像是2个平行的世界。我们先看看世界的这一边，夏海军12岁的儿子很早就拿着美国绿卡，在加州上着1年学费就要好几万美元的顶级私立学校。他的人生道路在他爹10多年前开始布局的时候就已经用金砖铺好了。他未来要继承的是一个叫新生活可撤销信托的东西，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充满了讽刺。这个信托就是我们上期讲的终极魔法，它能在法律上切断夏海军和财富的联系，躲开追债，但又让他能暗中控制。这意味着这个孩子未来继承的不是简单的几套房子、几张存折，而是一个价值可能上百亿的资产帝国。他一出生就站在了很多人奋斗终点的终点，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享受的将是加州的阳光、顶尖的教育和医疗，人生是一片坦途。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向太平洋的这一边，转回国内恒大暴雷之后留下的是上百个停工的建筑工地，是数百万个被套牢的家庭。这些业主很多都是掏空了上下6个钱包才勉强凑出首付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买的不是投资品，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我看到的真实案例真的让人心疼，比如武汉有位恒大时代的业主，他为了买这套房，把之前的房子都卖了，现在每个月要还将近7000块的房贷和装修贷，结果呢，楼烂尾了。他不仅拿不到房，还得在外面租房子住，一边要给银行还着看不见影的房子的贷款，一边又要付真金白银的租金，这种双重压力足以压垮一个家庭。更让人难受的是对下一代的影响。当夏海军的儿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规划未来时，很多烂尾楼业主的孩子可能正跟着父母奔波在维权的路上，他们的家庭因为这场变故经济骤然紧张，孩子未来的教育规划可能都要被迫改变，大人们的焦虑和无助会不可避免地传递给孩子，一个本应安稳的成长环境被彻底打碎了。这些业主维权之路更是漫长又艰难，就算你千辛万苦打赢了官司，很可能发现开发商账上根本没钱，判决书变成一纸空文，他们得自己跑去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去推动复杂的破产程序，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一边是父辈利用财技和规则为孩子铺就好的一条通往新生活的黄金大道，
另一边是无数普通家庭为了一套能安居的房子而陷入绝望，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未来。这道横跨太平洋的鸿沟，不仅仅是地理距离，更是机会、命运和公平的巨大裂痕。每次想到这个画面，我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这场资本游戏玩到最后，享受胜利果实的和承担惨痛代价的竟然是如此截然不同的两群人。这不禁让我们要问一个沉重的问题：最终到底应该由谁来为这一切买单？说到底，夏海军的故事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从贾跃亭到陈炫林，加州的阳光海滩仿佛成了某类资本游戏玩家的统一售后中心，或者说标准归宿。所以我们关注夏海军这只老狐狸，重点其实不在于他个人最后会不会栽跟头，我们真正要问的是，怎么才能把制度的篱笆扎得更紧一点？怎么从根上杜绝这种国内捞金、海外逍遥的剧本一再重演？我们最终希望的是让千万个普通家庭的安居梦不再成为极少数人世界公民豪华生活的垫脚石。加州的阳光确实灿烂，但我们要警惕的恰恰是那些藏在阳光背后的资本暗营。